20年的假千金，甄少爷认回后没被扫地出门，反而被安排和甄少爷结了婚。所以我的合法丈夫就是那个我要保护的男主沈让。脸还是我的脸，但皮肤更白，五官更精致了。果然纸片人的世界对颜值有加成。女人别臭美了，男主已经3天没出门了。3天？你再不去看一眼，你要为你后面的任务负责啊。沈让，你在吗？女人，我建议你踹门。踹坏了你赔。你一个豪门千金，还差修门的钱，这是原则问题。沈让，我进来喽。还好以前租房忘带钥匙，跟中介学了一手，这种室内锁卸掉螺丝就能开。沈让，人还活着就好。你要喝水吗？你看这只猫，它偷了主人的假发。那个，我去做饭，虽然可能不太好吃，但总比外卖强。你要是想吃就出来，不想吃的话，我放在冰箱里。很好，至少会偷偷出来吃饭，这就意味着他不会那么快把自己饿死。米饭和鸡蛋的比例是多少？不行，我要吃蛋炒饭，我自己做。沈让，锅炸了。怎么不找阿姨？还不是因为你认生，为了你，我已经吃了5天的外卖了，5天。沈让，我想吃蛋炒饭，你去做给我吃好不好吗？去洗脸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沈让，你怎么不吃？你吃这么少，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你居然只吃这么点儿。剧情改处里提过，男主有严重的厌食倾向，不止厌食，再这样下去，他会营养不良，引发一系列并发症。女人，你得想想办法。从那以后，沈让真的开始做饭了，而且每次都是2人份。沈让，你怎么这么好？没有，顺便。行，那至少你是想着我的。沈让，你怎么什么都会做啊？沈让，这个红烧肉绝了！你要是开饭店，我一定天天去。沈让，今天还能见到你吗？沈让，今天你回主卧睡吗？今天的芹菜切的有点大，下次细一点。好一个内向文静腼腆大男生，这和记忆里原主视角里的沈河简直判若两人。至少现在会脸红了，可见原主之前对他的方式真不开心。系统，女人，你说话声音太大了，我耳朵要聋了。你说原主对男主很差吗？岂止是差，原主不仅诬陷沈让偷她项链，还给男主说是为了宋家的钱，让他不要有非分之想。简直是太可恶了！我现在穿到他身上，身上不得都算到我头上了吗？那我之后还怎么感化他？女人，你的维持的就很错了，你需要等到真的女主出现之后再离开他，反正就一人。是，反正我也只是一个恶毒女配，等到真的女主出现之后，我拿着我的1000万潇洒。沈让，我不吃芹菜，下次不要再放了。再放！喂，女人，男主抑郁值上涨10%个点了，你是不是没好好看我给你的原书啊？男主高中被配角欺凌打断的过手，你现在还在他面前说什么手打断刺人，你想干嘛？我跟你说，女人，男主要是完了，这世界就不复存在了，你也完了。再放我就打断我的手。
你做的饭那么好吃，我竟然还挑食，我简直是太可恶了。沈让，你最好了，老公，你说句话呀！老公，你快说句话啊！不会吧？沈让整天不出门，线条居然这么明显，不会是饿出来的吧？我去洗碗了。好的，老公，洗完奖励你一个晚安吻哦。女人悠着点儿。闭嘴！女人，你可真会为自己谋福利。太帅了啊！开心暴击啊！想要一个早晚吻吗？我的意思是早上好。早上好。他好粉，很好亲的样子。拜托，他这么帅，而且女主还没上线，我们两个还是合法的，法律意义上我是他的妻子，他是我的丈夫，这不得来一口？哥哥不用客气。喂，小月啊，你和阿让都结婚好几个月了，什么时候回家看看？妈妈都想你了。你说你这孩子，有了老公忘了娘。阿让不许走，还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吗？你们今天回来吃顿饭吧，我让王妈准备了你爱吃的菜，有糖醋排骨。我们小月第一次离家这么久，回家妈妈看看现在有没有瘦。还有阿婉啊，她最近放假回来了，天天在家里嚷嚷着要出去找你呢，说想姐姐了。这孩子上了大学还是这么闹腾。我也想你了，妈妈。我也想我们小月了。妈，我很好，阿让也很好，他就在旁边呢。他也想你了，我们晚上就回去看你。好，我在家等你们回来，路上开车小心点儿。你听到了，晚上我们一起回去。对不起，为什么这么说？我知道你不想回去，但是我还是答应了妈妈说回去。没关系，反正迟早也要回去。那你待会儿到了，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，记得告诉我。要是你想回家了，就给我说，我们直接麻溜的走。好。阿让，你说我今天好看不？好看，不化妆都很好看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没什么，我说你的衣服很好看。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，你可不许让爸妈把我这个鸠占鹊巢的假千金赶出家门。不会。沈让，我要你牵我。好小的接触面积啊，沈让，你好小气，我不喜欢。夫人，小姐回来了，小姐回来了，还有大少爷。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我这才上了个大学回来，你怎么就嫁人了？这就是我那个亲哥吗？你嫁给他，周哥知道吗？姐，好心提醒你，今天周哥也在。噔噔噔，背景小知识时间到。你面前这位小帅哥宋养，宋家小少爷，原主一手带大的弟弟，在原书里他是少数从头到尾站在宋月这边，不是亲姐也依然把他当亲姐护着。至于他说沈让是你亲哥，以后不要让我再听到你用那种语气和他说话。小月来了，快坐快坐，阿让也坐。女人，叫你不好好看原书了，现在抓瞎了吧？你对面那位是周巡，周家和宋家是世交，生意上也有不少来来。周巡和原主算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，不过准确的说是他一直追在宋月屁股后面。宋月从小到大都是那种明艳张扬的大小姐，周巡从初中就开始暗恋她，一直暗恋到现在。但原主以前根本瞧不上她，嫌她不够格，连正眼都不怎么给。不过自从假千金身份暴露之后，原主就开始吊着她了，具体操作包括但限于和周巡保持暧昧，骗她自己是被迫嫁给沈让的，暗示自己是为了宋家的钱和资源才结的婚，等拿到想要的东西就会离婚。今天刚好小周从国外回来，我想着他和小月、小养也好久没见了，就留他一起吃顿便饭。小周这几年在国外发展的不错呢，你爸还老念叨你。婉仪客气了，我也好久没见到小月了，今天碰巧赶上了。谢谢老公。小月，你最喜欢的牛排，王妈特意做的。我记得你小时候天天吵着闹着要吃牛排。谢谢周巡哥，不过我现在不喜欢吃牛排了，周巡哥还是自己吃吧。哥，你怎么知道我最喜欢吃牛排了？
那就给你吃吧。小月，来跟妈妈说说话。你结婚这么些天都没怎么回来，妈妈有好多话想问你呢。我操，牛逼！小月啊，你跟妈妈说，沈让他对你好不好？好，非常好。沈让可好了，他不仅给我做饭吃，偶尔我出去玩的时候晚回家，他也会等我。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？生，马上生。我就是问问，也不用那么赶，还是等沈让那孩子的病好点再说吧。他之前不在我们身边，吃了很多苦。你爸呢？你也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和他相处。他回来这么久，上次因为一点小事就训了他一顿，训完又后悔，半夜一个人在书房里坐了好几个小时。他小时候我不在身边，不知道他吃了多少苦。我想补偿，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。他好像不需要我做什么。妈，有件事我想跟你说。什么事？之前是我不好，我怕你们认回沈让以后赶我走，所以故意诬陷他偷了我的项链。报告，又给原主背锅了。原主折腾了80多章，全靠这二老的偏爱在续命。他想要修复沈让和宋家的关系，这个谎言迟早要结。原来是这样。傻孩子，你怎么会这样想？不管未来我有多少个孩子，都不会影响你是我的孩子，毕竟你是我亲手带大的。天杀的，原主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在这么有爱的家庭里面，还能长成那么畸形的性格？我们月亮什么性子，我最清楚不过。你就是从小被宠坏了，心不坏的。那件事过去就过去了，以后不要再提了。月亮，原主的小名。宋月，怎么回事？小周，你和沈让这是怎么了？伯父，没什么大事。我就是和沈大少爷说了几句话，他就忽然动手打了我一拳，我也不知道是哪句话得罪他了。我没有，是不是犯病了？听说抑郁症病人有时候会控制不住情绪，要不我帮沈大少爷叫个医生过来看看？沈让，给小周道歉。周巡，爸，沈让得的病是抑郁症，不是狂躁症，不会随意打人。如果沈让真的动手了，那只能说明那个人该打。而且你难道就只听周巡一个人说，怎么不听阿让说呢？周巡说阿让突然打了他你就信，为什么阿让说他没有你就不信？老宋，你这么凶对孩子干什么？今天本来就是因为想小月和阿让才让他们回来的，你现在这样是什么意思？阿让，你别介意，你父亲他就是这种脾气，他不是故意的。爸妈，我身体不舒服，和沈让先回去了。小月，小月，你等一下！小月，小月，你等一下！小月，小月，你等一下！开车。这种沉默和他在家里做饭时的沉默不一样。在家里的沉默是静谧的、安定的，像一潭深水，表面平静，但底下有暗流在慢慢流荡。而此刻的沉默是僵硬的、闭合的，像一扇突然锁死的门，连空气都透不进去。系统检测到男主抑郁值上涨20%，当前抑郁值65%，已接近腰微云值。你开门让我进去好不好？沈让，你说句话就一句，让我听见你的声音就行。他知道这扇门的构造和主卧一样，搬进来的时候他特意检查过。因为担心沈让的病情，他提前把所有房间的锁都换成了不能反锁的款式，并且私藏了所有门的备用钥匙。那把不好用，拿这把去切菜做饭吧。我有点饿了，刚才在爸妈家里只顾着说话，我没吃太饱。好。天杀的，这么晚了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好了吗？等一下，你先别走。沈让，你刚才是不是磕碰受伤了？我来帮你处理一下伤口。是我先出手的，对方伤的比我更重。弟弟上初中的时候，经常和高年级同学打架。每次打完架回家都是一身伤，
我一边给他擦药一边骂他，弟弟就梗着脖子不服气地说：“姐姐我更厉害，他伤得比我重。”他半长的领口，锁骨下方的淤青，苍白的皮肤，还有他抬头看我时睫毛微微颤动的样子。停，不能再想了。宋月，我明天想去看病了。带男主去江城人民医院，女主在那里。女主江青，她是他的《光》这本小说的女主角，沈让命中注定的救赎者。好啊，明天睡醒我陪你去。沈先生，女人，女主上线了，任务完成进度达到80%。这也许就是男女主之间的互相吸引吧。宋小姐，宋小姐，宋小姐，麻烦你先在外面等一下。病人在治疗过程中的事情是不能对除了病人以外的其他人透露的。好的。对，我只需要拿到1000万，然后就马上走。系统，你说我是不是马上就可以拿到1000万，开始自己的新人生了？女人，按照你目前的进度来说是这样的，你有想好自己应该怎么花这1000万吗？想好了，我要拿几百万存银行，然后再拿几百万出去玩。一想到自己未来80岁的时候，身边躺个18岁的帅哥，就有点开心呢。宋小姐和想象中的很不一样呢，书里骄纵任性、不择手段、强取豪夺，一个标准的恶毒女配置。但刚才那位宋小姐眼神很干净，扶着你的手很自然，走之前还偷偷看了你一眼，这些细节书里可没有写。会这么说？书里？什么书？你看，我是半年前发现这本书的。那时候我正在整理同事留下的旧书，书里掉出来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我的名字。你是一本书里的男主角。纸条上说，我开始以为是谁在开玩笑，但后来我发现书里男主角的名字和你一模一样，年龄、相貌、经历、家庭背景，甚至包括你养父母和养姐的名字，所有细节全部吻合。我调查了很久，花了半年的时间确认这件事的真实性。书的简介说，我们会在医院里重逢。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了，沈让。你是这个世界的男主角。横着数一遍16块，竖着数一遍23块，乘起来一共是368块。系统检测到男主抑郁值上涨10%，当前抑郁值75%。江医生，你们好了吗？宋小姐，请进。新增角色提醒：顾一，反派男配，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。女主江青的青梅竹马兼同事，在原书设定里，她是陪伴女主长大的守护者，也是男主在感情上的主要竞争对手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男主的头号情敌。要不我先带沈让回去？当然可以。那今天的治疗就先到这里吧，下次再见，沈先生、宋小姐。男主抑郁值上涨20%，警告！警告！监测到男主情绪濒临崩溃，立即行动！立即行动！沈让，你非要这样自我放弃折磨自己吗？你想让我每天都活在愧疚里吗？你想让我永远记得在我陪你去看病回来的时候你就推开我了？你想让我一辈子记得我本来可以拉住你，但是我没有。沈让，如果你非要放弃自己的话，还有另一种方式。腰酸死了。我不要太阳，我要送月亮。20岁之前，父亲酗酒，母亲好赌。20岁之后被认回宋家，我的生父生母也没有真心对待我，没有一个地方真正属于我。小学，书包被人进水坑里，书本全部泡烂，没有人受到处分，因为没有人承认是自己干的。后来这件事情也不了了之。高中，被按在天台的围栏上，说我是没人要的野种，打了我2个多小时，右手骨折，肋骨裂了2根，很好笑吧？我总是最惨的那一个。沈让，之前你的资料，这个世上真的没有人在乎你吗？
即使你之前的养父母瞒你，那现在呢？你知道妈每天都会给我发消息问我你的近况，你知道妈给我说上次因为父亲训了你一个人在书房好几个小时吗？你要是别人爱你的前提，首先是你要愧疚我，但你要是死了，你前脚走我后脚就跟上，黄泉路上你绝对不会孤独，所以就算你好好的活下去，好不好？沈让，你的苦已经受完了，以后你都会很幸福的。等你的身边没有我。生活的作家总喜欢欲扬先抑，先让你掉谷底，再让你登上顶峰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必先苦其甜制，劳其筋骨，欲意先扬的那家伙才是最坏的。先把你捧上天，再让你摔下来，摔得粉身碎骨。天之娇女跌落尘埃，譬如结局的宋月，也譬如她。沈让，你以后的世界会很灿烂，阳光盛大，万物生长，所有你现在失去的，将来都会有人替你补回来。那你呢，宋月亮？我就等着未来安享晚年，未来不愁吃不愁喝。月亮，月亮。沈让，别吵了，我好困，睡觉。我会等到这个世界阳光明媚，然后开自己的花。那晚的事情，宋月不提，也不让沈让提。脖子上的那些痕迹过了好几天才消，腰也是疼了好几天。从那以后，沈让的病情开始慢慢好转。那天在医院，江青给沈让说了什么，沈让回来一个字都没有提，秉持着不打探的原则，也是一句都没有多问。想着自己这个恶毒女配，总不可能去打探正宫和男主说了什么吧。后来沈让可以独自出门了，宋月一想也是好事儿。阿让，你回来的时候能不能给我带个手抓饼？我觉得那个大叔的手抓饼好香。手抓饼没营养，等我回来我给你做。行啊，阿让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，什么都会做？阿让，家里面都没有零食和菜了，你说要不要去买点？好，我等会儿让阿姨去买。哎呀，阿姨不知道我想吃什么嘛，那我俩一起去好吧？然后你还可以帮我提东西，我提不动嘛。让司机帮你提。沈让，你要气死我啊！人家出门都有亲亲老公陪，为什么我就没有？而且你想啊，我长得这么漂亮，要是不到时候让外面的坏人拐走了怎么办？到时候你就再也没有亲亲老婆了。对不起。你想喝吗？都可以。他大概可以了，他可以一个人出门，一个人去工作，不用，可以和任何一个人正常的沟通。他开始走袁叔为他铺好的路。沈让开始着手创建一家公司，名字叫逐月科技。逐月什么鬼？小说男主的公司不应该都叫什么沈氏集团、王氏集团？实在不行取个什么稍微霸总一点的名字吧，这个名字听起来一点儿不有钱。女人，任务已经完成，故事步入正轨。等你离开江城，1000万就会打到你的卡里。再等等吧，等我清楚的知道沈让不需要宋月了，再给这个喜欢沈让的宋月一点时间。我承认了，我就是喜欢沈让，这换谁谁不喜欢？每天早上起来就是那么大一张帅脸，又会做饭又顾家。随便你。什么片子？爱情片。宋月亮，你骗我！嬷嬷就不怕了。宋月亮，别乱动。对不起，好像摸错地方了。沈太太，沈总正在18楼开会，我带您上去。哇，沈太太怎么这么好看？天哪，沈太太好有气质。就是，沈总真是好福气，不知道哪来的宝贝。沈总也很优秀，好吧？你当时不在，不是没看到，当时沈总。那这算什么？俊男靓女。沈让，恭喜你。还要多谢你。该死的沈让，抑郁症好了就不要安全的社交距离了是吧？我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自从女主上线以后，我忍着生理性不善把原书恶补了好几遍，连番外里的养娃日常都没跳过。猜都不用猜，明明在心里默念了1万遍男主是女主的，沈让是江青的，可当亲眼看到那幅和谐的画面时，一步一步走向好委屈，我还想哭。明明自己对沈让也很好啊，也不差啊。哦，因为现在的自己是宋月，是哪个之前陷害过沈让的？沈让在痊愈之后没有把自己扫地看门，自己就已经需要谢天谢地了。现在这样还奢求什么呢？系统，我要结算任务奖励了。女人，你终于想明白了。我现在只想离开这个城市，离开这本见鬼的小说，去过属于我自己的、不被任何作者定义的生活。系统，我制造了一场假的车祸，不是真的车祸，我并没有受伤，也不会疼痛，但我就可以借此机会成为全新的宋月亮。1309次航班前往北京的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航现在开始登机了，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，出示登机炮，由21号登机口上飞机。沈让，你一定要幸福啊！系统，你说我现在这么明目张胆的走了，又是坐飞机又是拿护照的，沈让会不会知道我跑哪儿了？你放心，女人，我给你设计的是你车祸去世了，现在的你根本不是之前的宋月。哦，没事儿，反正迟早都是要走的，早死早超生。虽然嘴巴上是这样说的，还是在想，我出车祸了，沈让有没有伤心？会不会在以后的想起我？离开以后，我才发现，角色这个身份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了。奶奶，我买点奶酪。行，月亮啊，你多吃点儿，奶奶再送你一块，你太瘦了，多吃点儿，到时候别被山风刮走了。喵月亮啊，阿姨今天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，还有番茄煎蛋面。你一个人在家就懒得开火啦。谢谢陈阿姨。其实陈阿姨做的排骨也不是很好吃，因为宋月亮已经吃到过这辈子最好吃的糖醋排骨和番茄煎蛋面哦，还有手抓饼。日子变得很慢，很安静。宋月亮，她已经快要好了，快要不会在午夜梦回乡音的时候醒过来，快要不会在闻到番茄牛腩香气时心脏漏跳一泡，快要不会在空白画纸上无意识的用铅笔画出一个模糊的人影，然后再用橡皮用力的擦掉。快要好了。宋月亮，系统大人，你怎么又滚出来了？怎么别的宿主都很想念系统，就你我一来就翻白眼？你也不看看别人家的系统干了什么？人家的系统都是给任务提示、给金手指、给特殊技能，哪像你天天女人警告，正经事一点不干，躲在我脑子里看狗血小说。所以女人，男主抑郁值3天涨了60%，你干了什么？我都出国了还能干什么？那么大个光都在你男主旁边呢，天天照着，24小时照明，他还能迷路不成？哦，也对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就被打脸了。沈让，宋月亮，你为什么要丢下我？你凭什么不要我了？你要对我负责的。你自己一声不吭的走了，我还以为你真的死了。他的眼泪是咸的。系统，现在这是什么意思？女主呢？男主的指路明灯呢？女人，其实沈让早就知道了自小本是小说对应男主。由于现在男主心路历程的变动，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待在男主身边。待在男主身边，我有什么好处？好处？这么帅的老公还不是你的好处吗？女人，你还是太贪心了。宋月亮，是你说要我为了你活下去，是你说没了我你会死，现在呢？沈让，你别哭了。那个时候我还有一句话没说完。什么？我没有你，我确实活不下去。我走了这么久，我还是很想你，怎么办？每次看到吃的就想到你站在厨房给我做饭，然后还骗我说是顺便的时候，一想到你未来会和江青结婚，我就难过的要死。我难过了这么久，你现在是不是应该补偿我一下？我补偿你，不应该是你补偿我吗？宋月亮。那晚的普罗旺斯前所未有的滚烫炽热，阳光像是要融进宋月亮的身体里。沈让，愿你此生得人善待，有人爱也有人爱。所以当时不是我真的想要离开你，我是被逼无奈。而且当时我在你公司看见你和江青有说有笑的，我就以为你不需要我了。我什么时候和江青有说有笑了？就那天啊，我去你们公司给你送饭，看见你和江青有说有笑，还握手来着。宋月亮发誓，这绝对是第一次在沈让的脸上看到这种表情。江青之前给我说过，我和他都是一本小说的男女主，说我和他就应该在一起。但是我也是人，有我自己的想法和思维，不能一概而论。凭什么我就一定要按照别人给我写好的剧情走？我以前怨恨过，为什么我会过得那么痛苦？但是现在我知道了，我之前的那些苦难全都是作者赋予我的，不是我的原因。再来你来了，我在你眼里看到了星星，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你已经不是原来的宋月了。宋月亮，我喜欢你，是在故事之外，是在规则之外两个人的相爱。
感情这种东西本就不应该被拘缚着。你以后要是还有这样的事情，你可以告诉我吗？我们一起来解决。宋小姐，江医生，你现在不是心理医生了？对，我辞职了。为什么？作者好像只赋予了我一种能力，救赎沈让。12岁那年，我就知道了作者的存在。在我房间的书桌抽屉里，发现了一本没写完的手稿，上面写着我的名字、我的年龄、我的家庭背景，还有我未来要遇到的人，一个叫沈让的抑郁症患者。手稿里写，我会治好他，会成为他世界的光，会和他相爱，生2个孩子。你还没过完自己的人生，就已经有人结语，你要爱他多久？怎么爱？爱完之后生几个孩子？我一开始抗拒过。但后来发现，作者笔下的故事确实在一点一点成真。中学进了做指定的学校，大学选了作者指定的专业，毕了业进了是作者指定的，好像不管我愿不愿意，剧情都会按照既定的轨道运行。然后我就想，好吧，那我就当这个女主角。既然我的命运是救赎她，那我就好好救赎她。我在医院等着她出现，等了很久，然后她真的来了，和你一起。和书上写的不一样，书上写她自己一个人来复诊，狼狈地坐在诊疗室里。抬眼看到我的时候，眼睛里亮起了光。但那天她是和你一起来的。书里写的是你是一个反派。但是后来我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发现你不是这样的。然后我就在想，既然你不是书里那样的，为什么我不可以？我用了很久才弄明白怎么回事。作者只赋予了我救赎沈让的能力，可他根本不需要我的救赎，因为你已经做到了。后来我和顾一谈了很久，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他。他听完整件事以后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了一句：“所以呢？这本书里难道就没有你自己想做的事吗？”我被问住了。我发现我竟然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。我的人生目标一直都是成为作者笔下的女主角，从来没有想过女主以外的可能性。于是我开始认真想，我发现我根本做不了心理医生，不是因为专业能力不够，而是因为在我12岁那年，我就知道了这本书的剧情，知道了每一个走进诊疗甚者背后都有一条被作者写好的故事线，这条线该怎样转折，该怎样终结，我一清二楚。我不喜欢这种感觉，我喜欢的是画山间的风，林间的鸟，天上的云，不确定的，不被定义的，不被剧情线束缚的东西。我开了自己的画室，就在顾一的医院对面那条街上，不收病人，只教小孩画画，3岁到12岁的都收。顾一最近很忙，要在医院值班，还要处理竹月科技的事情，每天有事没事就给我吐槽，所以我让顾一问问你们什么时候回来。当然，也是因为我真的想见你，你们要好好的。沈让他的确是男主，但不是我的男主，我也确实是女主，但不是他的女主。我选的是顾一。我知道了，江青。怎么了？沈让，我刚才在楼下遇到了江青，她说她不是女主了，她说她要当她自己，她说她12岁就知道了自己是书里的女主角，知道作者安排她要救赎你，爱上你，和你在一起。她说作者赋予了她救赎你的能力，但你需要的人不是她。不需要他，从来都不需要他。我需要的是你。你在宋家替我挡周巡的质问的时候，你半夜举着菜刀冲进我房间，说要我做饭给你吃的时候，你给我一巴掌，哭着鼻子给我说不准死的时候，我就已经不需要任何别人了。宋月亮，我的病不是因为女主才好的，是因为你，所以从来就没有谁会抢走我，因为我一直都是你的。好，我的。